各位老伙计，晚上好啊，咱们又凑一块唠嗑了。眼瞅着农历7月就到了，老辈人都知道，这7月又叫鬼月，初一开始鬼门大开，到7月15中元节那天是阴气最盛的时候，各路孤魂野鬼都能出来走动走动。所以民间也有不少规矩，比如晚上少出门，别乱拍人家肩膀，别在路边捡东西。这些规矩年轻人听了大多一笑了之，觉得是封建迷信。但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事儿，您听完了保不齐心里就得犯嘀咕。这故事是咱们一位河南豫北的听友投的稿，姓李，咱们就叫他小涛吧。小涛说他们家有个传了40年的怪事儿，打他刚记事起就有。每年农历7月15中元节这天，他爷爷奶奶准的病倒，一个头疼欲裂，浑身冰凉，一个上吐下泻，高烧不退，跑遍了镇上、县里甚至市里的医院，全身上下查了个遍，啥毛病都没有，指标全正常。更邪门的是，不管15当天病得多重，哪怕连水都喝不进去，只要过了夜里12点，到了16早上，一准好利索，该下地下地，该做饭做饭，跟没事人一样。就这么年年循环，折腾了快40年，全家人都快麻木了。直到那一年的中元节晚上，全家男丁跪在院子里，亲眼撞见了那一幕，才终于搞明白，这哪里是什么怪病啊，分明是一笔拖了3代人的旧债。找上门了，接下来我就用小涛的口气跟大伙唠，您好好听听这事儿到底有多玄乎。我叫李涛，生在豫北黄河边的李家屯，打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。我爷我奶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一辈子土里刨食，身体硬朗得很，60多岁的时候还能扛着半袋麦子上房顶晒粮，平时连个感冒都很少得。可就是这么硬朗的2个人，每年一到农历7月，就像被施了咒一样，准得出问题。我最早有印象是7岁那年，刚上小学1年级。7月14那天下午，我爷还骑着28大杠带我去镇上赶集，给我买了沙瓤西瓜，还给我奶称了半斤桃酥，一路上爷孙俩说说笑笑，啥事儿没有。结果当天夜里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就听见西屋传来哼哼唧唧的声音，还有我妈着急忙慌的脚步声。我爬起来跑过去看，就见我爷抱着脑袋蜷缩在炕角，脸白得像纸，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疼疼，说像有人拿锥子一下一下往他太阳穴里扎。再看我奶趴在炕沿上吐，地上吐了一滩脸，蜡黄蜡黄的，浑身发烫，喊他都没什么反应。我爸当时就急了，连夜找了村支书的3轮车，拉着老2口往镇卫生院跑。我在家哭了半宿，第2天早上我爸妈回来说医生查了血，量了体温，啥事儿都没有，说可能是中暑了，开了2瓶藿香正气水就让回来了。可我知道不对，7月中旬天是热，但我爷我奶一辈子在地里干活，哪能中暑成这样。7月15那天，老2口就躺在床上躺了一整天，水米不进。我守在炕边给他们递水，我爷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，我奶时不时说2句胡话，听不清说的啥。我当时特别害怕，以为爷爷奶奶要死了，躲在院子里偷偷哭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第2天鸡刚叫头遍，我迷迷糊糊听见院子里有扫地的声音，爬起来一看，我爷正拿着扫帚扫院子呢，脸上啥事儿没有，跟昨天那个半死不活的样子判若两人。再看厨房，我奶正站在灶台边熬玉米粥，还回头跟我说涛涛醒了，等会儿就吃饭啊。我当时都傻了，跑过去摸我奶的额头，凉丝丝的，一点都不烧了。我问他们，爷奶你们病好了？我爷就了一声，蹲在门槛上抽烟，啥也不说。我奶也打岔，说就是着了点凉，没事了。那时候我小不懂事，还真以为是着凉了。可后来年年如此，每一年的7月15，老2口都准时病倒，时路准时好，比日历还准，比闹钟还灵。我慢慢长大，就越来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。有一年闹得特别凶，我奶烧到40度，人都昏迷了，嘴唇都烧得起泡。我爸不敢耽误，直接拉去了县人民医院，住院住了3天，做了全身体检，从脑 CT 到肠胃镜，能查的全查了。结果医生拿着报告单说各项指标都正常，身体比不少年轻人都好，没病。医生都纳闷，说没见过这么怪的事儿，建议我们转去省医院神经内科看看，是不是什么罕见的神经官能症。
结果收拾东西准备转院那天，正好是7月10路，早上我奶自己做起来了，说饿，想吃包子。医生过来复查，体温正常，精神头也正常，愣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最后只能在病历上写个不明原因发热，让我们出院了。这事儿在村里慢慢就传开了，闲言碎语特别多。有人说李家肯定是挖了人家祖坟，遭报应了。有人说老李家宅子风水不好，撞了邪。还有族里的长辈找到我爷，说三哥啊，我看这事儿不像实病，是不是老一辈有啥没了结的心愿啊？要不找个人看看吧，别硬扛着。每次说这话，我爷都黑脸，把人家顶回去，说封建迷信，别胡说八道。他这辈子最不信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，谁提跟谁急。我爸我妈私下也问过，是不是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得罪过什么人，或者家里出过什么怪事。我爷一概不说，问多了就发脾气。就这么着，一年又一年，年年7月15准时闹一次，闹了快30年。我们全家都习惯了，甚至都麻木了。每年一到7月14，就提前把药备好，把水放在床头，等着老两口病倒，等着实路自动好。直到我15岁那年，事情终于压不住了。那年夏天特别热，3伏天连降了半个月暴雨，黄河水涨得厉害，村里人心惶惶的。刚进7月，我奶就开始不对劲了，往年都是7月14才开始有反应，那年刚7月初1，我奶就吃不下饭，整个人肉眼可见的瘦下去，天天躺在床上哼哼，说浑身骨头疼。我爷爷没精神，天天坐在门槛上发呆，动不动就摔跟头。有一次去井边打水，直接栽倒在井台边，差点掉进去。我爸一看这情况，当时就慌了。往年都是当天来当天走，这次提前了半个月，而且症状比往年重得多。再这么下去，老两口怕是撑不到7月15。那天晚上，我爸我妈在堂屋坐了半宿，最后我妈说不行就别降了，爸不愿意也得请人看看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老人出事吧。我爸叹了口气说行，明天我去西岗村请陈婆婆来。陈婆婆这个人，方圆几十里没人不知道，她是西岗村的神婆，据说年轻的时候出过一场大病，醒过来就能看见东西了，看邪事儿特别准。但是她脾气怪，一般的事儿不接，给多少钱都不去，要是她觉得该管的，分文不取也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爸拎着2斤红糖，1篮子鸡蛋就去了。本来以为得费不少口舌，结果陈婆婆一听说李家屯老李家的事儿，沉默了半天，叹了口气说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躲了几十年了，躲不掉了，走吧，我跟你去看看。陈婆婆来的时候是下午，小脚，白头发挽成一个发髻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手里拄着一根枣木拐杖，脸上皱纹很深，但是眼睛特别亮，看人一眼就像能看到你心里去。她进了院子，没先进屋，先围着院子转了一圈，走到堂屋门口的墙根那儿停住了，用拐杖戳了戳地，回头跟我爸说，就是这儿，每年都站在这儿，往屋里看，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想起这档子事儿。我爸当时后背就凉了，站在那儿说不出话。进了屋，陈婆婆走到炕边，看了看我爷我奶，伸出枯瘦的手，分别摸了摸俩人的额头。我爷本来还迷迷糊糊的，被他一摸，突然就安静了。陈婆婆转过身，坐在椅子上，跟我们全家说，这不是病，是阴债。你们家老爷子，也就是孩子的太爷爷，年轻的时候欠了人家一条命，答应了人家的事儿没办到，人家心里有执念，走不了，每年7月15鬼门开，就顺着气息找过来。他也不是存心害你们，就是心里堵得慌，提醒你们别忘了。全家听完都懵了。我爷活了60多，从来没听过这事儿。太爷爷走得早，我爷那时候才10几岁，根本不知道他年轻时候干过啥。我爷挣扎着坐起来，问大娘，您说清楚，我爹到底欠了谁的命，啥事儿没办到？陈婆婆摇了摇头，说具体啥事儿我也看不清，只知道是个男的，年纪跟你爹差不多，穿一身灰布长衫，胸口有个血窟窿，怨气不算重，就是执念深。他说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兑现承诺，他什么时候就不来了。要是再拖下去，执念变成怨气，那就不是躺2天这么简单了。
我爸当时就急了，说大娘，那这事儿怎么解？您可得帮帮我们。陈婆婆说，解不难，但是规矩多，一点都不能差。今年7月15晚上，就是中元节当天，咱们做一场法事，把人家请过来，当面把话说开，该给的给人家，该应的应下来。但是有几条规矩，你们全家必须牢牢记住，犯了一条，不仅事儿成不了，还得惹大麻烦。接下来陈婆婆说的那几条规矩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每一条都透着说不出的诡异。第一条，7月15亥时准时开坛，也就是晚上9点，全家所有姓李的男丁，不管老小，必须全部到场，跪在院子西边，一个都不能缺。女眷全部待在东屋，门窗关严，窗帘拉死，不管听见什么动静，什么声音，都不准开门出来看，更不准说话，连孩子哭都得捂住嘴。谁要是坏了规矩，冲撞了人家，后果自己担着。第二条，提前准备纸扎，要1匹高头大马，2个牵马的随从，金山银山各一座，还要一身民国样式的灰布长衫，一双黑布鞋，一顶礼帽，全都用纸扎，不能偷工减料。另外准备10捆黄纸，3叠金元宝，必须是手工折的，机器压的不行，人家不认。第三条，院子大门口门槛外头摆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摆8个凉菜，1壶老酒，2副碗筷，2盏素油灯。菜不能冒热气，酒要倒满，油灯从天擦黑就点上，一直到仪式结束，绝对不能灭，灭了就是人家不愿意来，这事儿就谈不成。第4条，仪式开始之后，所有跪着的人一律低着头，眼睛看着自己的脚面，不准抬头，不准东张西望，更不准回头。不管你听见什么声音，脚步声也好，说话声也好，哪怕有人拍你肩膀，凑在你耳边喘气，你都不能动，不能出声，就当没听见，没感觉。谁要是敢抬头看，冲撞了阴人，轻则大病一场，重则丢半条命。第5条，烧纸要慢慢烧，一点一点往火盆里添，火不能灭，也不能烧太旺。要是纸灰往西边飘，就是人家收下了，这事儿成了。要是纸灰往回飘，往人身上扑，就是人家不满意，那咱们就得另想办法。陈婆婆说完，整个堂屋静得吓人，连窗外的蝉鸣都停了。我那时候15岁，半大孩子，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，可听着这些规矩，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我爷沉默了半天，最后咬咬牙说，行，都按您说的办，只要能把这事儿了了，怎么都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全家都在忙活着准备。纸扎专门找了镇上最老的纸扎匠王老头，王老头一听要做民国样式的长衫礼帽，还得要随从和大马，愣了半天，说这样式几十年没人做过了，都是老辈子给外丧鬼用的。我爸没多说，就让他按要求做，多给钱。黄纸和金元宝更麻烦，机器折的不行，必须手工折。我妈、我婶子还有族里的几个婶子大娘折了整整3天，折的手指头都肿了，才折够3叠金元宝。酒菜也按陈婆婆说的准备，8个凉菜全是素的，提前拌好放凉，一点热气都不能有。酒是村里酿的纯粮食酒，度数高，陈婆婆说老酒烈，因人爱喝。那几天家里气氛特别压抑，没人说笑，连走路都轻手轻脚的。我天天数着日子过，既害怕15那天到来，又好奇到底会发生什么。终于到了7月15，中元节当天。那天天气特别怪，白天还是大太阳，热得人喘不过气，柏油路都晒化了。结果一到傍晚，太阳刚落山，天突然就阴了，乌云黑压压的压过来，连个星星缝都看不见。风也起来了，吹得院子里的老杨树叶哗哗响，凉飕飕的，吹在人身上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根本不像是3伏天，倒像深秋。更怪的是，平时村里的狗叫得凶，那天晚上全村的狗都安安静静的，一声都不叫，静得吓人。7点多钟，陈婆婆来了，换了一身黑布衣服，手里拿着一个铜铃铛，还有一把磨得发亮的桃木剑。她进门先检查了一遍所有东西，纸扎、黄纸、酒菜、油灯都没问题，才点点头让我们准备。
8点半左右，陈婆婆让我们男丁都换上干净的黑衣服，按辈分排好，跪在院子西边的蒲团上。一共5个人，我爷打头，然后是我爸、我叔，然后是我，最后是我堂弟。那年他才8岁，吓得直哭，被我叔摁着跪在那儿。女眷全部去东屋，门窗关死，窗帘拉上，不准出声。我妈临走前偷偷跟我说，别害怕，低着头就行，别瞎看。我点点头，手心全是汗。院子里就剩下我们5个跪着的，还有陈婆婆。西墙根靠着纸扎的大马和随从，月光透不进来，黑乎乎的影子立在那儿，像真人一样，看着特别瘆人。大门口的八仙桌上，2盏油灯冒着昏黄的光，火苗一闪一闪的。我跪在蒲团上，低着头，盯着脚底下的砖缝，心脏咚咚跳得厉害，感觉都快跳出嗓子眼了。周围特别静，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，还有我堂弟压抑的抽泣声。不知道等了多久，突然听见叮铃一声脆响，陈婆婆手里的铜铃铛摇了一下，我心里一紧，亥时到了，仪式开始了。陈婆婆开始念叨起来，调子怪怪的，拖着长音，像是唱戏又像是哭，听不懂说的是什么，应该是某种咒语或者祭文。她的声音不大，但是在静悄悄的夜里听得特别清楚，钻进耳朵里，让人心里发毛。我爸开始往火盆里添黄纸，火光腾的一下起来了，一晃一晃的，照得地上的影子歪歪扭扭的。一开始我还没觉得啥，就是紧张，可烧了没几分钟，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了，冷，刺骨的冷。明明是3伏天，我穿着长袖长裤，却感觉冷气从脚底下往上钻，顺着裤腿，顺着脊梁骨往骨头缝里钻，冻得我浑身发抖，牙都快打颤了。那冷不一样，不是冬天那种干冷，是阴寒，像泡在冷水里一样，从里往外冷。我偷偷用余光扫了一眼旁边的我爸，他也在抖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吓的。再看我爷，背挺得直直的，但是头埋得很低，看不清表情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陈婆婆的念叨声慢慢停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听见大门口传来了声音，啪嗒啪嗒，很慢的脚步声，像是布鞋踩在泥地上的声音，很重，一步一步的。还有嘟嘟嘟嘟的声响，像是拐杖戳在地上的声音。那声音从大门外的路上过来，慢慢走到大门口，停住了。我当时浑身的血都快凝固了，死死低着头，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，连呼吸都不敢大声。大门是虚掩着的，我明明听见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了，但是没有风进来。那脚步声又响了，跨过门槛，走进院子里了。一步一步，很慢，朝着八仙桌的方向走过去。走到桌子旁边，脚步声停了，然后是吱的一声，拉凳子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坐下了。紧接着叮的一声轻响，是酒杯碰到一起的声音。然后一个沙哑苍老，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声音，慢悠悠地响了起来。就在离我们10几米远的桌子那边，终于想起我了。那声音太怪了，像是隔着一层水，又像是贴在你耳边说的一样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瞬间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后背的衣服一下就被冷汗打湿了。我堂弟哇的一声就要哭，被我叔一把捂住了嘴，憋得直哼哼。这时候我爷开口了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带着哭腔，这位叔，对不住，是我们李家对不住您。老一辈糊涂，拖了您这么多年，今天给您赔罪了。说完，我爷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，我们也跟着赶紧磕头。磕完头，就听见另一公的腾的听着有点耳熟，后来我才反应过来，跟家里相框里太爷爷的声音很像。那声音说，老二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当年兵荒马乱的，我没本事带你回家，让你受了几10年的苦。今天孩子们都在，我给你赔罪，你要什么我们都给你。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，太爷爷不是死了几10年了吗？怎么会有他的声音？我心里又怕又好奇，痒得不行，特别想抬头看看到底是谁在说话。但是陈婆婆的规矩摆在那儿，我不敢，只能死死盯着地面，攥着拳头，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。
这时候陈婆婆的铃铛又响了一下，示意开始烧纸扎。我爸就开始往火盆里放东西，先放金元宝，再放黄纸，然后是金山银山，再然后是那2个纸扎随从，最后是那匹大马，还有那套长衫、布鞋、礼帽。纸扎烧起来很快，火光一下就忘了，可奇怪的是，火虽然大，却没什么热度，反而更冷了。而且烧出来的纸灰一点都不往上飘，也不往我们这边飘，打着旋，一股脑的往大门口的方向飘，像是有人在那边接着一样。我盯着地上的纸灰，看着他们打着旋儿往西边走，心里稍微松了口气。陈婆婆说了，纸灰往西飘，就是人家收下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点东西。在我斜前方八仙桌的方向，地面上映着2个影子，高高的，瘦瘦的，都穿着长衣服，一个拄着拐杖，一个站得笔直。那影子就映在地上，被油灯的光拉得很长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影子没有脚，不对，不是没有脚，是脚不沾地，影子的下端是飘着的，悬在地面上方一点。我吓得赶紧把目光收回来，心脏狂跳，差点叫出声。我不敢再乱看了，闭着眼，心里默念着阿弥陀佛。然后那个沙哑的声音又响起来了，比刚才清楚了一点。车马我收下了，当年的事儿我不怪你，但是我那尸骨还在路边埋着。我想回家。话音刚落，我爷立刻接话，头磕在地上，咚咚响。您放心，您放心，秋后我们就去，一定找到您的尸骨，风风光光送您回老家安葬，年年给您烧纸上供，绝不含糊。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我爷说完，周围安静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我就感觉一阵风从脸跟前刮过去，带着一股黄土味，还有点淡淡的铁锈味，像是血的味道。那脚步声又响起来了，慢慢往大门口走，一步一步，越来越远，直到再也听不见了。风停了，周围又恢复了安静，只有火盆里的纸还在烧，噼啪作响。又过了大概10几分钟，陈婆婆才开口，声音有点虚，带着点疲惫。行了，都抬头吧，人家走了，我们这才敢慢慢抬起头来。一个个脸都白得像纸，我叔怀里的堂弟早就吓得晕过去了。我爷满脸都是眼泪，胡子都湿了。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转头看向大门口的八仙桌，这一看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桌上的2盏素油灯，火苗稳稳的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但是2个酒杯里的酒全空了，一滴都没剩下。我们明明没动过，酒壶还在桌子角放着，好好的。再看桌上的8个凉菜，样子没怎么动，但是每一盘菜的上面都沾了一点点黄土，细细的一层。最吓人的是地上，门槛里面干硬的泥地上留着2个浅浅的泥脚印，不大，是老式布鞋的样子，脚印里还带着湿乎乎的黄土。可那天根本没下雨，院子里的地干得裂口子，大门口的路也是干的，这湿黄土是从哪儿来的？就像有人从很远很远的泥地里一步步走过来，站在了我们家院子里。再看西墙根，那些纸扎早就烧没了，只剩下一堆灰，火盆里的黄纸也烧透了，纸灰全飘走了，干干净净的，一点都没剩下。那天晚上，我爷我奶就感觉好多了，头不疼了，也不恶心了，半夜还起来喝了碗小米粥。第二天早上，2人早早的就起来了，我爷去地里转了一圈，我奶在家蒸了一锅馒头，跟往年一样，病全好了。但是跟往年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我们终于知道了为什么。过了几天，等老2口彻底缓过来了，全家请陈婆婆过来吃饭，好好谢谢人家。饭桌上，陈婆婆才把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完完整整跟我们说了一遍。原来这事儿得追溯到民国30几年，那时候我太爷爷才20出头。我太爷爷叫李守义，年轻的时候胆子大，敢闯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跟着人家一起去山西贩布匹，赚点差价补贴家用。一起去的还有邻村的张老二，2人从小一起长大，拜了把子，是过命的兄弟。那一次2人运气不好，贩完布往回走，
半路上遇到了溃败的逃兵，抢钱抢东西。张老二为了护着我太爷爷，替他挡了一枪，正打在胸口上，当场就不行了。临死前，张老二拉着我太爷爷的手，说他老家在河北沧州，家里还有个老娘，眼睛不好，全靠他养活。他让我太爷爷一定把他的尸骨带回沧州老家，再把他攒的那点大洋交给他老娘，给老娘养老送终。我太爷爷当时哭着答应了，说兄弟你放心，我一定办到。可那时候兵荒马乱的，后面还有追兵，我太爷爷一个人根本扛不动一具尸体走几百里地。没办法，他只能找了个路边的土坡，挖了个坑，把张老二草草埋了，把张老二身上带的半枚铜钱摘下来当信物，想着等太平了一定回来迁坟。结果祸不单行，往回走的路上他又遇到了土匪，身上的钱布全被抢光了，连张老二攒的那点大洋也没保住。我太爷爷一路讨饭，才勉强回了家。回家之后日子过得苦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根本没钱去山西迁坟，更没钱去沧州给人家老娘送钱。我太爷爷心里愧疚，觉得没脸见张家的人，也没脸提这事儿，就把这事儿压下来了，谁都没告诉。后来日子慢慢过好了，他又觉得这事儿不光彩，自己对不起兄弟，说了怕家里人看不起他，就一直瞒着，瞒了一辈子。临死前他只跟我太奶奶含糊说了一句，我欠老二的，7月15多烧点纸，别的啥都没说，就闭眼走了。可张老二呢？死在异乡，尸骨埋在路边，没人祭拜，魂魄回不了家。他记着我太爷爷的承诺，就一直等，等了1年又1年，也没等到人来。后来他就自己找来了。每年7月15鬼门开，他就顺着血脉气息找到李家来。他也不是害人，就是心里有执念，想提醒李家后人别忘了答应他的事儿。一开始找我太爷爷，我太爷爷心里有数，硬扛着不说。我太爷爷走了，就找李家的当家人，也就是我爷我奶，每年折腾他们一下，让他们记着这事儿。陈婆婆说，本来再过3-5年，要是李家还想不起来，这执念就会慢慢变成怨气，到时候就不是病倒2天这么简单了，家里肯定要出大事。幸好今年你们提前察觉了，主动把人家请过来，当面把话说开了。张老二也是个厚道人，没为难你们，收下东西，得了承诺就走了。但是陈婆婆反复叮嘱，答应人家的事儿必须办到。秋后一定要去山西找到尸骨，送回沧州安葬，不然人家还会回来。听完这些，全家都沉默了。我爷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包烟，一边抽一边掉眼泪，说我爹这辈子老实巴交的，怎么就藏了这么大一件心事啊？这是背了一辈子的愧疚啊。后来我爷从箱子底翻出来一个旧木盒子，里面果然有半枚铜钱，还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。照片上2个年轻小伙子穿着短褂站在一起笑得憨，一个是我太爷爷，另一个应该就是张老二。以前我们都以为另一个是远房亲戚，现在才知道是他。那年秋后，玉米收完，地里的活儿忙完了，我爸和我叔2个人带着盘缠，带着那半枚铜钱，按照陈婆婆指的方向去了山西长治那边的老官道旁。找了3天，终于在一个废弃的老官道旁边的土坡下面挖出了一具尸骨。尸骨胸口的位置卡着一颗生锈的步枪子弹头，尸骨的右手骨头里攥着另外半枚铜钱，2半铜钱拼在一起，严丝合缝。我爸我叔当时就跪下了，磕了好几个头，哭着说，张二爷，我们接您回家。后来2人又带着尸骨辗转去了河北沧州，按照老地址找过去，还真找到了张老二的老家。张老二的老娘早就去世了，但是他的侄子孙子辈都还在，两边一核对，时间地点名字全对上了。张家人听说之后也都唏嘘不已，说当年老太太天天坐在村口等儿子回来，等瞎了眼睛，临死前还念叨着老二的名字，说老二答应给他带红糖回来。后来2家一起把张老二的尸骨风风光光安葬在了张家祖坟里，立了碑。下葬那天我们全家都去了，我爷亲手捧的骨灰盒跪在坟前说，二爷您回家了，以后年年清明15我们都来看您。
从那以后，每年的清明和7月15，我们家都要多烧一份纸，多摆一副碗筷给张二爷。而那困扰了我们家几十年的怪病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犯过。我爷我奶身体一直硬朗，现在都80多了，还能下地种菜，吃得香，睡得着，啥毛病都没有。各位，故事讲到这儿，差不多就完了。这事儿是小涛亲口跟我说的，有名有姓有地方，不是我瞎编的。老话常说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可这世上最磨人的，往往不是什么恶鬼，而是人心里那点没兑现的承诺，那点藏了一辈子的亏欠。你以为你躲过去了，忘了，过去了，可那些说过的话，答应过的事儿，就像种子一样，埋在那儿，早晚会生根发芽，找上门来。老辈人的规矩，老辈人的理儿，有时候你觉得是封建迷信，可细想想，里面藏的都是做人的道理。欠债还钱，欠情还情，说话算数，说到做到，这不管是对活人还是对死人，都是最基本的道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唠到这儿。您身边要是也有这种奇奇怪怪的跟民俗有关的真事儿，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投稿。觉得今天这故事够味儿的，别忘了点个赞，订阅一下咱们频道，咱们下期接着唠。7月里晚上凉，各位早点休息，别熬太晚，晚安。